Hello，天秤座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ne。今天这个影片呢是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那么一样呢，会有12星座的开场讯息提供给大家作为生活小贴士的参考，好吧 ？OK 好。首先呢，我个人会感觉天秤座的朋友们这2到3周会非常喜欢吃那个格子饼。不好意思，我突然忘记那叫什么，我不知道是叫格子饼哈，就是 waffle，那个反正就是大家知道哈。就是 waffle 就是格子饼哈，然后呢你最近特别喜欢吃松饼，我想起来了哈，这在台湾好像叫松饼 OK 哈，就最近呢你特别喜欢吃松饼 OK 哈，然后你可能甚至会去吃这种很有创意性的这种松饼的这种甜点哈，比如说上面然后有铺什么鲜奶油啦、草莓啦，然后还有把它装饰得很漂亮哈，就是最近呢因为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就是有点像说你拍了一张很漂亮的这种格子饼的这种就是像 Instagram 那种照片，然后发布出去 OK 哈，所以呢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如果呢刚好呢要跟朋友或姐妹去下午茶，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OK 哈，而且呢你去吃这个松饼，你心情会非常的愉悦，非常开心 OK 哈。好，那么第二个要给这个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我个人会感觉这2到3周天秤座的朋友们不知道是不是特别会受到月亮的影响，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因为我看到是一个月亮 OK， 也有可能你最近刚好买的一些饰品它可能是月亮的形状，或者是最近呢你可以去观察一下在这个是不是在月亮的一些周期，或者是刚好就像我们女生可能会有这个 MC 对吧，那呢我个人会感觉你可能会受到这些周期上面影响，或月亮这个阴晴圆缺的影响，那在这个情绪上面呢，我个人会感觉呢你戴一个月亮的这个小小的戒指啦，或者是项链等等之类的哈，我个人会感觉会让你的情绪整个会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OK 哈，好，那第3个要给天秤座的朋友们的开场讯息是，这2到3周呢，我个人会感觉某部分的人呢，你们特别会想要去，我不知道是不是换窗户，还换玻璃，或者是换隔热纸 OK 哈，所以我看到是一面窗户。然后有人在那边替换，所以我不知道你是修纱窗呢、换玻璃呢，或者是比如说重新上这个隔热纸呢等等之类的哈。我觉得在这2到3周可能呢你会做这样子的动作，好吧 ？OK 哈。好，那以上呢这个就是要给天秤座这一次的这个开场讯息，我们就准备进到这一次你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首先这2到3周你的挑战牌卡是钱币6，这3组能量场分别是过去、现在、未来的能量场，在我手中你目前看不到可能会迎来事件是圣杯9 OK 哈。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天使跟宇宙有什么样的讯息，希望透过传讯者我来告诉你，好吗 ？OK 哈，那请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去感受你能量场上面的呈现跟细节 OK 哈。好，不知道这样你们看不看到？应该看到哈，看不到没关系，我会讲得非常清楚，让你知道 OK 哈。好，请稍后哦。OK， 好，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这中间呢，这个人际关系蛮逗的哈，我们一起来看看好不好？首先呢，你的挑战牌我已经放在这里了哈，这就是你的挑战牌卡钱币6 OK 哈，为什么会说这个人际关系蛮逗？我直接来带你看哈，来，首先这是过去的能量场呢，你抽到分别是女王牌卡、宝剑10，然后呢还有这个圣杯8 OK，这3张能量牌卡在你过去的能量场出现的时候呢，我个人会有一种感受哈，就是这个能量场呈现有点像是你可能跟我这样讲好了，比如说我就以家庭来举例，你们可能比较容易懂。那当然，你可以灵活运用套用在你的生活或工作上面其他的状况。OK， 就你像说呢，这个家比如说你是妈妈或者是你是爸爸 ，OK 好，那我就假设你是妈妈，好吧哈。比如说这个妈妈她就是在家带孩子然后呢可能要忙东忙西忙碌这个爸爸可能就要出去去赚钱工作养家。好，我现在就讲一个比较传统的模式，这样你们比较容易理解。OK 好，我个人会感觉呢，在这样子的一个形态状况当中，就是其中有一个人他有点像是主内，一个人主外，或者是一个人负责这个部分，另外一个人负责那一个部分 OK 哈，所以有一个人可能负责分析，有一个人可能比如说负责去呈报，或者是去谈案子，类似这样子都可以 OK 哈。我会觉得在这个过去的这个能量场当中呢，其实做组内的或者是做这个跟公司内部呢就是比较多接触的这个人呢，我个人会感觉他 handle 的蛮不错的。那出去向外的，比如说去争取案子的，去飞来飞去的或者是比如说去外面赚钱的爸爸类似像这样的，我个人会感觉呢，他其实也蛮辛苦的。OK 哈，所以2个人各自都有各自的辛苦之外呢，这个父亲呢就是这个主外的那个人，我就这样讲主外的那个人他回来的时候呢，甚至呢这边有一个圣杯8，就是说呢他
投入了，他之所以为什么要出去挣钱呢？或者是比如说为什么要出去打拼呢？为了就是要能够滋养这个你们可能团队或者是这一个家庭。OK， 好，我先这样子跟你解释。OK， 好，那来到这个现阶段能量场时候呢，你抽到的是圣杯10，收到的是圣杯骑士，然后收到的是钱币1。我个人会感觉呢，就是因为过去这个模式已经存在了，比如说你们就是一个做业务啊，一个做内务，类似像这样。OK， 然后呢，其实你们是分工合作的，这个状态其实我觉得是也分配的蛮好的，甚至呢，做内务的那个人呢，还愿意呢不断的去支援这个做外务的人，因为你看到这个人又要骑马出去打仗了。OK， 好，所以呢，我个人会有一种感觉哈，这个圣杯6加上这个圣杯骑士，象征的是圣杯7，圣杯7呢走到这里，象征的是圣杯8。OK， 好，所以这个圣杯8呢，我觉得在你们两个人非常互相和谐，就是有来有往，然后有给有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它推广的状态应该是蛮不错，因为你们两个人是要共同去掌握这个钱币1哈，你看一个人上下嘛哈，就这样子，我们两个呢是有共同目标的，我们想要去好好的去投入这个，肯定是感情，可能是合作，可能是交易这个过程当中。OK， 好，所以来到这边呢，你注意看到这个是一个钱币6，你的挑战牌卡，就是在这样子交手，为什么会说这个很有趣的原因，就是因为呢，我觉得呢，有一个人比较像是一个供给部队，比如说呢，你可能就是公司负责分析数据的人，好，然后呢，这些业务就是拿着你这些数据去跟这个客户谈判 ，OK， 所以我个人会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这个供给的这个人跟拿取的这个人，我觉得你们两个共同挑战哈，因为我感觉你们这一次的双周有点像是在你讲你们两个都要来听，哈，就是你们两个要如何在这个给跟拿的过程当中去取得一个平衡，并且是在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状态下，这个是你们的挑战。因为我总觉得哈，这个呢，在外去奋斗的那个人呢，他会觉得他很辛苦，但是在内说实在的，当家庭主妇也不容易。OK 哈，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你们两个虽然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理想，甚至有共识哈，因为这个钱币1象征的就是共识哦哈。可是我觉得你们需要一场对话，这是很有趣的哈，就你们需要有一场对话，就是我这样做协助你可不可以啊 ？O 不 OK 啊？我这些数据对你去谈客户的时候有没有帮助啊？或者是比如说呢，这个主外的人，比如说这个爸爸要回来告诉这个母亲啊，就说不好意思啊，我经常都在外面很忙啊，那我这样子可能会给你少一点关心啊，或者是有些时候会疏落，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你的情绪啊等等之类的。你们两个之间要有这个交流，这个是你们这目前所遇到的挑战。因为在未来这个能量场，你抽到是 Temperance 跟塔牌，然后还有这个宝剑侍者。我个人会感觉呢，这个状态是指说哈，你们两个会透过这个聊天或这一场谈心或这一场会议之后呢，我个人会感觉你们两个会重整一个状态。OK， 这一场谈心跟这一场会议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我感觉这个东西早就应该要被拿来谈，只是你们两个都各顾各的，各忙各的。OK 好，因为你们都会觉得没什么好说的，反正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啊，反正我们都是为了这样子做好，为了家庭好，为了这个公司好，所以我会觉得这很有趣，就是你们两个好像都心知肚明，但是呢却没有说开来，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你们能够有机会去谈判也好，去说穿也好，或者去沟通也好。因为在未来这个状况呢，你注意看到这个 Temperance 呢是2个圣杯哦，这边都在补满。因为这一场谈话会让你们两个人心都变得很饱满，即使呢这个塔牌有这个风吹雨打，我告诉你这个塔牌都不会倒的，就是它会变得更稳固的。然后这个宝剑侍者是有一点像说你们两个会更清楚知道我们两个彼此之间对于彼此的想法是什么，看法是什么。这个宝剑侍者给我的感觉是有点像是我了解彼此的资讯就是你觉得我这边应该要改什么，你觉得我这边应该要提供什么，你觉得我这边应该缺乏什么，我反而会觉得经由这个会议或这个沟通之后，你们两个人呢收集到彼此互相的资讯之后，会来到一个更好的结盟的一个状态。OK， 甚至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世界梦想或目标，你们达到共识这个东西，它会更上一层楼。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就是你要把握这个东西，你不要觉得这个表面上好像很好然后你就不需要沟通了 ，OK 哈，任何人际关系都是要定期去做一个检视的，所以这就是我觉得你这一次的牌卡很妙，然后2个人可能要一起来看这个这个能量场。那这边呢是一个圣杯9 ，OK 哈，这个圣杯9很简单的，就是在未来的过程当中呢，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对话展开了，然后你们了解彼此的资讯了，其实你们2个人呢能够互相达到满足，就是说你可以在内务做得很好，他可以在外务做得很强，然后呢你们彼此也都会觉得说我们是2个人彼此之间的支柱。然后呢，我们也能够互相去填饱，不是填饱对方，应该说
补满对方的这个心中的期待，然后呢，我们也能够去协调我们彼此之间可能觉得应该要怎么样去调试更好的地方。所以那个圣杯九，我觉得是很好的，这个东西可以持续被灌溉，所以我个人会感觉这个东西是蛮指日可待，有一些蛮不错的好消息应该是会进来的。可是呢，我觉得这边缺乏的就是一个定期检视，好吧 ？OK 好，我觉得这有点像是你这一次的双重能量运势牌卡解读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OK 好，你要定期去做一个检视。OK 好，不是说现在看起来不错，那就没事了。OK 好，因为这样子呢，可能会有一些日积月累的东西，可能小事不说，累积久就变大事了。OK 好，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这个宇宙验证牌卡。OK， 首先呢，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在过去，你看吧，我就跟你说，你们两个是有共识的。OK 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敢跟你讲，你们两个是同时握着这个钱币的。OK， 你们两个都是同时会投入的。OK 好，而且为什么会说这个东西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就是这个钱币这边是有翅膀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我刚刚会跟你说，这个东西会来到另外一个 level， 它会变得更好，就是因为它会展翅高飞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的人际关系不仅要增强，我们的能力也会增强嘛，我们想要的这个梦想也会变大嘛，所以这个翅膀，我觉得在过去的能量场当中呢，你们是有投入的还不错，但是呢，这个呢暂时还没有办法展翅高飞，所以我才会说这一场对话很重要，这一场会议跟沟通很重要。OK 好，所以这个钱币一象征的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在共同努力，能够把这个钱币一想要达成的共识去完成。那来到现阶段这个能量场呢，你注意看你这边抽到的这个是反了。你抽到这个世界牌卡跟这个我又反了，不好意思OK 好，像这样子 OK 好是这样子不好意思新的牌来这两张牌卡我可以给你看一下这个世界牌卡有一点像说，你看这是一个女王牌卡，我刚刚有跟你说了，这两张呢你都注意看，这个女王牌卡象征是怀孕 OK 好，然后我要解释给你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注意看这两个女生都是怀孕的，但是这张是一个世界牌卡，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们已经在共创你的世界，意思就是说这小孩已经诞生了 OK 好，然后你们已经共同在努力维系这个家庭，或者是努力去为公司付出，做到更好的业绩。但是为什么来到现阶段能量场，这个女生又怀孕了呢 OK 好，这个女生怀孕的原因是因为呢，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这个小孩新生的，那代表我们家庭结构会不一样了，对不对？或者是比如说这个公司的成员有新的人员加入了 OK 好，那我们可能合作的默契或模式可能也会不一样的，所以这边其实有一个新的方法，或者是一个新的契机，或者是一个新的谈话，它必须要能够去产生。所以这一张呢，你可以仔细看这张很像一个塔，对不对这个塔牌呢也在这里，那个塔是不会倒的OK 但是你可以注意看一件事情你们两个是同样，你看塔牌也是验证塔牌的，你看这两个人是从这个塔一跃而下，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对方，所以我才会说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说你们两个人的心灵交流或者是沟通，了解彼此的意愿，了解彼此的想法很重要 OK， 因为另外一个新的开始又要诞生了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模式你也可以把这个诞生象征成是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世界 OK， 所以你的挑战牌卡钱币6，你的验证牌卡是权杖2OK， 而且你这张权杖2很好的原因是为什么？这两根权杖是朝向同一个方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要调整你们的步伐。这张权杖的象征的就是你们要调整你们的步伐，让这个状态来到一个更平稳的地方，来到一个更平和的模式，或者是来到一个我觉得我们两个都公平的这个状态之下。OK 好，所以呢，你在未来这个能量场呢，你的这个宇宙验证牌卡呢，抽到这张牌卡是圣杯3，所以我才会说这个东西会越来越好，皆大欢喜。这个圣杯3你注意看对不起，这个圣杯骑士，这个圣杯骑士要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我会持续不断的去进贡。OK 好，持续不断去进贡，意思就是说我会持续不断的去投入，我会持续的不断去给予。为什么呢？你注意看你这个圣杯骑士又验证圣杯骑士，所以我才会说你们两个是有心的，你们两个是有共识的，你们两个是有未来的。OK 好，所以一个人会愿意提供，一个人会愿意接受。OK， 这个就是刚刚为什么前面我有讲的，一个人会拿，一个人会给。OK， 但是拿久了，我跟你讲会变得理所当然，给久了可能不一定会心甘情愿，所以这个就是我要特别提醒你们的，你们要去找出一个新的沟通模式或方式，或了解彼此的想法。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你今天的这个双重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你的验证牌卡是重复验证在验证OK， 所以我觉得既然这件事情它可以变得更好，那为什么不？你们是不是应该要好好的再去商量一下，或者是协调一个更好的模式，定期去做一个检查？所以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独角兽有什么样的讯息给你？好，来，你注意看这张牌卡是一个水。OK 好，你看这又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你看，这是一个独角兽的妈妈在照顾这个独角兽的小孩。这小孩呢，在喝水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所以他一定要在旁边去保护他嘛，因为他没有办法及时反应，如果有人攻击他。所以呢，我才会跟你说你们两个是互相相知相惜的，是互相愿意互相照顾的。OK 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可能某部分的这个朋友们，你们会觉得
好像内在的这个情绪滋养，好像我们两个就是在做事啊，我们两个就是为这个公司好，为这个家庭好，为这个东西付出。可是我们两个有没有像这个水一样，好好的去灌溉我们两个彼此之间，比如说你们互相相爱的这个爱意啊，或者是比如说你们互相支持的这个同事之情啊，或者是比如说你们两个人之间需要能够被理解，或是需要能够被看见，或需要能够去彼此滋养这个东西，有没有拿出来谈啊？这个就是这张水要告诉你的讯息。好 ，OK。所以我个人会感觉呢，这整个状态其实说实在的听你说，我朋友们，你这2到3周的状态是蛮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一场谈话的过程是很必要的，因为你不要忘了，你在最后你有没有发现，目前你看不到可能会迎来的事情，也是在灌溉这个水。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去了解对方心里有没有一些改变，有没有一些希望你能够去满足他的，或者是去弥补他的。我觉得这个跟你交手相关状况人数应该会蛮顺利进行的，好吗？好，提供给你做一个参考，天秤座的朋友们 ，OK。好了，那以上呢，这些就是天秤座的朋友们，我要告诉你的这一次的双周能量运势牌卡解读为你传递的讯息。那非常感谢你来收看我的影片，也希望你会喜欢。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